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我的 YouTube 頻道，我是岳醫生啊。今天呢，跟大家來系統的聊一聊前列腺癌的危險因素這個所謂的危險因素的呢它指的就是說那些與前列腺癌發病率相關的一些這個正向因素也就是說呢，這個因素呢和前列腺癌之間呢它有一定的這個正相關性但是這個正相關並不代表他們有這個因果關係所以這一點大家要了解。那我們知道這個危險因素最大的意義在哪裡呢？最大的意義呢，就是當你知道以後如果說有些朋友滿足了，对不对？你就需要在一定时候呢每年去做一些体检提前知道。那即便呢就是说它并不能帮你預防前列腺癌那即便呢就是說最終呢得了前列腺癌，那你發現的時候呢也是比較早的。那如果說能做個早發現早治療的話，那這個預後呢也是非常好的所以這個就是危險因素的意義就是能夠幫我們了解情況它就像這個天氣預報一樣那你知道這個天氣預報以後呢，你並不能阻止它不下雨，或者說改变它的天氣但是呢，你可以準備你的雨傘或者說準備一些雨具嘛，對吧可以就是起到一些預防的這個作用。那目前來說呢，比較確定的就是第一個呢就是年齡第二個呢就是你的種族那第三個呢種族和這個族裔族群第三個呢就是你的這個遺傳和家族史。那第四個呢就是你的體內的這個代謝的這個環境這四類記住了嗎？第一個年齡，對不對？我們再強調一下那第二個呢就是你的種族那第三個呢就是你的遺傳和家族史。那第四個呢就是你的這個代謝體內的代謝這個環境，就這四個那至於其他的就是一些因素就大家比較經常了解的，比如說我就給大家舉個例子，比如說這個雄激素因為一想到前列腺是男性的特有器官，对吧所以很多人就認為呢這個跟雄激素相關，這個是沒錯的但是呢這個雄激素基線水平高並不是一個危險因素。就什麼意思呢？比如說這個雄激素每個人體內的這個雄激素範圍還是蠻大的，就差異蠻大的。那有些人的這個基線就是基礎水平是比較高的，那麼他們這些基礎水平比較高的這個人呢，他們的前列腺癌的發病率呢並不一定高就這一點不是很確定雖然說前列腺癌跟雄激素有關，我們指的是什麼呢？就說指的是這個人一旦就是得了前列腺癌之後，那這個雄激素呢是能夠促進前列腺癌生長的但是不代表这個雄激素是導致這個前列腺癌的因素。而且呢就是比較確定的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前列腺癌的治療呢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內分泌治療。那這個內分泌治療呢就是把這個患者體內的雄激素給它剝奪掉就是讓體內沒有雄激素雄激素呢不能與前列腺癌上的這個雄激素受體結合，那麼這個癌細胞呢就會因為這個信號分子沒了所以它就會抑制它的這個生長。所以雄激素本身確實是可以用來就是治療這個前列腺癌的，但是不代表它與前列腺癌之間呢有這個因果關係。但是一旦前列腺癌有了那麼這個雄激素是可以促進它生長的，但是不代表這個雄激素是前列腺癌的這個因素。所以這一點呢大家呢一定是要分清楚的那對於危險因素呢，目前我们就這四，主要就是這4點，其他的呢目前呢不是很確定就或者說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它們有關係。那說到這裡呢，大家你要了解要了解什麼呢？你心裡要有個數有個什麼數呢？有個數就是說，假如說你懷疑某種因素跟前有關，那麼這個因素呢可能也不是很強因為沒確定嘛。雖然說我們不能說100%沒有但是如果它有很強的相關性，那麼肯定早就被發現了，對吧？那既然沒有被發現，那就說明呢就算有這個相關性也是比較弱的那下面呢我們就一一來討論跟大家介紹他們的這個特徵首先第一個呢就是這個年齡年齡呢是沒有辦法改變的那前列腺癌它這個跟年齡的這個相關性非常非常強的比如說這個50歲之前基本上很少有這個前列腺癌。我見過最年輕的這個前列腺癌患者呢是43歲應該42還是43我記不清楚了當時這個患者呢也是我管的，我在規培的時候住院醫師的時候管的這個患者當時他的這個前列腺癌的這個惡性程度還是比較高的就是格林森評分是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8分吧還是幾分。像這種情況呢就是說越早它越反常可能呢就是說這個前列腺癌的這個惡性程度就會越高。所以這個50歲之前的前列腺癌是比較少見的那麼所以這個50歲以後呢
一般來說，我們像做這個前列腺癌的篩查呢，也都是從50歲以後才開始啊。你像65歲以上的，65岁以上的这個前列腺癌呢就比較常見了，它佔絕大部分。到了79歲啊，那這個前列腺癌的這個比例呢，可以高達60%啊，非常高的。而且很多人呢，就是隨着年齡越來越高，越來越大呢，這個前列腺癌的發病率呢是非常非常高的。比如說有些研究表明呢，就屍檢報告嘛，啊，有些老人啊，他這個去世了，那屍檢報告呢就發現了這個屍檢當中呢有將近30%左右，他是有這個前列腺癌的。那就說明什麼呢？就說明他活的時間非常長，而且呢他已經有前列腺癌了，只是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這個前列腺癌呢可能是不致命的啊，就前列腺癌是非常普遍的，特別是在特別老的這個老年人患者當中啊。所以年齡呢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因素，它給我們的指導意義在哪裡呢？就在於如果說年齡比較大，超過了50歲啊，建議呢定期呢去做這個 PSA 檢查啊，去看一看這個自己 PSA 是什麼水平啊。如果說到了危險程度呢，就需要进一步的去查一查啊。那这裡呢再跟大家說一下说什麼呢？就是说比如說年齡如果說太大了啊，比如说超過了80多岁，就不建議常規去查了啊。因為80多歲的話，我們現在平均壽命是多少，對吧？前2天看到一個這個說中國的人這個平均壽命呢，男性的平均壽命比女性好像小了這個12歲吧，我記不清楚了，就大概69歲左右，中位平均壽命69歲，所以大部分人呢他是活不到80岁的啊。有些地區，比如說像上海呀，還有香港呀這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呢，平均壽命是可以到80歲左右的，也就是說大部分人是到不了這個80歲以上的。那如果到不了80歲以上呢，那80歲以後呢，他死於前列腺癌的概率就非常非常低了啊。所以說就不建議呢80歲以上，特別是85歲以上啊，他們再去做這個前列腺癌的篩查，因為查出來以後沒什麼用，查出來以後呢，你不治，他有可能就是過個3-5年或者7-8年，90多歲啊，他死於其他疾病。那你治的話呢，你又會造成過度醫療，對吧？他會遭罪啊，還要做手術呀，還要給他吃藥啊，那不治的話，查出來以後不治呢，他又有心理負擔，所以這種情況下呢，就沒有必要去篩查了，因為篩查的弊是大於這個利的啊。那因此呢，這個關於年齡這個危險因素呢，篩查的主要範圍呢就是在這個50歲到這個80歲之間啊。那如果說有些男性朋友80歲的身體非常健壯，對吧？那當然也是可以去查的啊。那這個具體情況的具體對待啊。那第二個危險因素呢，就是種族啊。這個種族呢，因為我這個頻道是漢語頻道啊，所以大家不用擔心。種族呢，這個非裔的人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這個黑人男性的這個發病率呢是非常高的啊。他比如說在美國，他和白人相比呢，這個非洲裔的這個男性的前列腺癌發病率呢會高出70%啊，死亡率呢是白人的這個2倍啊，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也就是說，不僅發病率高，而且惡性程度比較高。那對於我們這個亞洲人來說呢，前列腺癌的發病率相對來說總體水平是非常非常低的啊。所以大家呢這個不用太擔心啊，不用太擔心這一點呢，倒不用特別擔心。那如果說你有非洲的這個朋友，對不對？你像我們亞洲人可以在這個50歲以後才開始系統的篩查這個 PSA， 但是這個非洲人呢，非洲男性呢，如果說你有這個好朋友，你就建議他呢，可能需要在40岁到45歲之間呢，就可以開始系統的這個排查這個 PSA 了啊，因為他年齡對他來說呢就更敏感，會更早啊。這是第一個啊。那第二個呢，就是你的家族史和這個遺傳基因啊。家族史是什麼意思呢？比如說你的家族當中父親啊，或者父親的兄弟，包括爺爺啊，那他們呢有這個一家人當中呢，就是一個大家庭當中呢有2名或者2名以上的這個成員確診前列腺癌，那你就需要小心了啊。那這個就屬於這個家族性的前列腺癌啊。那如果說超過3個人，或者說連續3代都有啊，那这個就屬於遺傳性的了啊。那不管是家族性的還是遺傳性的跟遺傳有關係。如果說家裡人有那麼呢你就需要小心。需要小心是什麼意思呢？你就需要做這個 PSA 檢測呢甚至做一些這個基因篩查呢更早一些去做啊。所以說這個就是第二點，就是關於這個家族史的那麼
跟家族史相關的是什麼原因呢？那家族史相關的肯定是跟这個胚系突變有關係的啊。胚系突變是什麼意思？就是在胚胎的時候呢，就有一些基因呢發生了這個異常，所以當你這個長大以後呢，你就會有啊，就會一直有。那前列腺癌呢，這一點是比較確定的啊。有幾個基因呢？比如說BRCK2、BRCA2 和 BRCA1，還有 ATM， 還有 CHEK2。那像這種基因呢，跟前列腺癌呢比較緊密的，而且這種基因突變呢，它不僅僅是風險的問題啊，它還是什麼問題呢？它還是就是說治療上的問題。如果說像有這種基因突變的話，它治療上呢也是比较棘手的，就是說它的侵袭性是會更強啊。這個點呢我就不在這裡詳細討論了，以後呢我們遇到的話我們再聊啊。今天呢就說這個遺傳呢肯定是跟基因相關啊，所以呢你就需要去更早的去做一些這個準備去做一些這個遺傳的諮詢定期的去檢查你的 PSA 如果說你有這個自己的這個私人醫生你去跟他去商量這一點還是比較容易發现的，对吧？自己的這個親戚叔叔爺爺看他們有沒有好，那第四個呢，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體內代謝跟這個體內代謝的這個環境呢，是有一定的關係的但是這個關係呢，相對來說沒有前面幾個那麼強你比如說這個代謝呢，我們有一種病呢叫代謝綜合徵那代謝綜合徵呢，就是說你一系列的這個代謝疾病，比如說高血壓、高血糖還有這個腰腹部的這種肥胖就體脂非常非常高，還有呢就是血脂有異常，那這些問題同時出現呢，就是我們叫代謝綜合徵代謝綜合徵呢它跟前列腺癌之間呢是有一定的这個就是相關性，但是這個相關性呢，相比於年齡相比於這個遺傳，它還是比較弱那代謝它本身呢是比較複雜的，因為除了你自身基因以外呢，還有呢就是跟你的飲食習慣有關係有些人比如說他喝那個可樂喝奶茶，特別是奶茶可樂我覺得還健康一點喝那個奶茶這個1天2杯長期大量的喝。那這種身體呢就會喝的就是代謝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還有一些人呢會使用一些激素有些人用激素是為了治病那個沒辦法，有些人用激素呢是為了這個搞一些其他的这個我們就不說了所以這個是有一些相關性的，但你不要害怕如果說只關注前列腺癌的話不用害怕，比較弱的。所以既然我们說到這個代謝綜合徵，我們就不得不提一點就大多數人比較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肥胖那肥胖呢與前列腺癌到底有沒有關係呢？有研究，大部分研究是有結果的，也就是說它倆是有一定的這個相關性的，但這個相關性呢相對來說比較矛盾你可以理解為相關性非常弱可以做如果說是我的話如果說我有肥胖，對不對？然後我又害怕得前列腺癌，那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減肥，因為減肥你儘管有相關性，但是這個相關性比較弱，我把這個風險降到最低的方法呢就是去減肥，對吧？而且呢不光是前列腺癌，那對於其他疾病心臟病心腦血管意外那減肥呢也是有好處的，對吧？所以對於我們患者來說呢，這個問題非常簡單就是去減肥。那肥胖與前列腺癌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樣的呢？這個也是不確定的有些研究呢就表明呢，這個如果說肥胖的患者呢，他的前列腺癌的惰性前列腺癌，就那種侵襲性比較弱的前列腺癌的發病率反而會比較低，而這個侵襲性比較高的前列腺癌呢，它的風險卻比較高。所以這個你要去解釋起來的話，就有一種假說就是說這個肥胖稀釋這個血液，比如說稀釋 PSA， 準確來說叫稀釋 PSA。正常人的話，你的這個體內的這個面積體積要比肥胖要小一點所以當這個前列腺釋放這個 PSA 的時候呢，如果在肥胖人群當中呢，它就會被稀釋。那被稀釋呢，你去檢查它的 PSA 就發現呢，就有可能會把它放掉嘛。它的 PSA 剛好是在正常範圍以內，它就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那沒有引起注意，那就不會被確診所以這部分患者呢就跑了就漏掉了。但是為什麼它會高侵襲性的前列腺癌會被發現呢？那就有可能跟肥胖有關係，因為比如說他得了前列腺癌已經確診了，再加上他有肥胖飲食等等這些因素呢，就會加速前列腺癌的這個進展。就像我們前面說的，雄激素不一定會引起前列腺癌，但是雄激素會加速前列腺癌的這個生長。那肥胖呢也有可能是這個因素所以解釋起來呢就是這樣。那麼
這一點呢，給我們肥胖朋友一點點小小的提示啊。那什麼樣的提示呢？就是如果說有肥胖那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當你去檢查 PSI 的時候，如果說你的 PSI 比較貼近於上限，它判定你是這個正常嘛，畢竟我們要有一條線，對不對啊？比如說我們就說這個4到10之間，你 PSI 呢剛好到3.9 3.99，那你又有肥胖，那這個時候呢，你就要去想到是不是血液有稀释導致的所以你就需要去做一些複查或者關注一些其他的指標，比如說 PSI 的游離比等等所以這個呢就是一些警示那另外一個呢就是糖尿病和膽固醇高血脂這些因素呢跟前列腺癌之間呢现在還沒有一個定論也就是說還是不是很明確。那既然沒有定論的話，我在這裡不多說了。所以以上呢就是關於前列腺癌的危險因素我們再複習一遍主要就4個一個就是你的年齡，這個最強相關性。第二個呢就是遺傳種族非裔的人非洲就是也就是說我們常說的這個黑人的發病率是比較高的，這一點呢我們暫時不用特別擔心。那第3點呢就是你的遺傳看家裡面有沒有得這個前列腺癌的，对吧？得的人越多或者说这個得的人越多是一个第二個呢就是得的人這個年齡年齡越輕就越嚴重，你就需要越當心。然後最後一個呢就是代謝綜合症它與前列腺癌呢是有一定的這個相關性的，但是相關性呢不是很強。總體來說呢就這些希望大家能夠對前列腺癌的危險因素呢有一定的這個了解那我們下期再見，好吧，拜拜。